到底是古都里本来就有路，还是因为有了这些路，奈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管是灯笼、老屋，还是神社，他们的身影好像都已经变成这些地方景色的一部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米塔世界。今天我们来到了奈良，本来以为这趟大概就是看路走寺庙，但真的走一圈后，才发现最吸引人的反而是路怎么和整座古都生活在一起。走到这里时，第一个注意到的还是那些就在路边、草地上，甚至有个盘慢慢晃来晃去的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会先愣一下。他们很自然地跟四色、绿地还有来来往往的人混在同一个画面里。这种感觉真的只有在奈良和之前的宫岛才会那么明显。而且奈良公园不只是大家来看路的地方，也刚好把奈良几个地方都串在一起。我们顺着公园的路走，就会到春日大社。一走进参道，旁边整排石灯笼加上树荫，真的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跟刚刚公园那种比较开阔、比较热闹一点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我觉得走到这里之后，才会更懂奈良为什么到处都是路。因为相传春日大社供奉的神明之一五瓮垂命是骑着白鹿从鹿岛来到奈良，所以鹿也被视为神的使者。春日大社到现在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也是奈良很重要的神社之一，所以真的不能小看这些鹿，反而会觉得这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神社里除了石灯笼之外，还有很多青铜灯笼，数量超过3000座。如果刚好是万灯笼祭典的时候来，全部一起点亮，光是想象就很漂亮。春日大社里其实还藏了一个拜夫妻神的小地方，气氛又跟前面很不一样。这种地方如果没有特别查，真的很容易直接略过。搭电梯到顶楼之后，除了室内展望空间，也可以走到外面的屋上广场。前面一路都在路跟人群中穿来穿去，到了这里再从高处看一次奈良，感觉真的会差很多。人少又安静，刚好可以顺便喘口气，而且这里还是免费开放的。走了一圈，刚好有点饿，就顺便到6楼食堂吃个东西。在这种观光区附近，还能找到这个价钱的地方，真的有点意外。而且可以一边吃一边直接看奈良的街景。吃饱之后，我们来到志贺直宅旧居。这是日本近代文学代表作家志贺直宅亲自设计的住宅。一走进来，就会发现它跟前面看到的四社很不一样。
屋内融合了日式和西式设计，空间明亮又开放。在那个年代其实算蛮前卫的，而且一走进来，那种安静的感觉真的很明显。之后我们来到渔夫寺，这里至今其实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也是奈良很具代表性的古寺之一，所以后来也慢慢变成了奈良时代很重要的佛教和文化中心。因为它和当时势力很大的藤原氏有很深的关系，所以走到这里的时候，也会更明显感觉到奈良这些古寺不只是单纯的被留下来看的，而是真的参与过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但真的走到这里，比起一直去想它有多久，反而更明显的是，奈良的历史不是被另外收起来展示的，而是你今天一路这样走，它就一路在路上。奈良很迷人的大概就是这一点。逛完了这些地方之后，我们就来到今晚要住的地方。它原本是一间大约100年历史的日本家屋，后来改造成现在的青年旅社，所以住进来的时候还是会明显感觉到那种旧屋子的味道。里面可以看到木造结构、榻榻米房间，还有很温暖的公共空间。比起一般比较自私的饭店，比较像是在奈良老街里借住一晚当地人的家，而且走了一整天之后，最后回到这样的空间，真的会觉得很刚好。那今天就先在这里休息了。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奈良之旅，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